好，我们来看一下春风250 CLC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车身的轴距、侧面的线条还有整体的体量感，跟它大哥450 CLC 其实非常接近啊，并不是因为它250的排量而整个缩水啊。我们之前有对比过，还是走的有点日式啊，英伦比较精瘦、精干、精致的那种感觉啊。春风在15000左右打造的这种质感，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啊。整个车身风格、细节配置，你看车把处，它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反光镜，没有用那种手把镜啊。我觉得这种我其实更加喜欢一些啊。车身上面用到了很多圆形的这种设计语言啊，指示灯啊、大灯啊，对吧？当然和450 CLC 有很多通用件，比如说这个大灯啊。有的人会说这个大灯体量感有点小啊，对比大小的话，其实我更看重它是不是精致啊。这个大灯我觉得用下来也没什么问题，包括这个转向灯看着也挺 OK 的啊。前减是正制的啊，整个风格非常照顾你日常的舒适性啊。然后印有春风 logo 的卡钳，搭一个单碟啊，也不是浮动盘啊，配置上真的就是很入门了啊。但实际的刹车效能我用下来反而觉得还挺 OK 的。振兴提供的轮胎啊，前130的一个宽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花纹啊，其实还是一个很照顾你日常公路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抓地性能日常骑起来没什么问题啊。侧面线条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250的单缸发动机啊，但春风做的就看起来不是很空心化。他很擅长做一些饰板呀，对吧？来修饰这个部位啊，你看这些东西都给它填充上去啊。虽然是一个单缸，但对比像什么 CM300啊，看着就饱满很多了，对吧？这个发动机核心参数咱们可以打在这里啊。一个单缸发动机做巡航，它骑起来感受到底如何呢？包括震动呀、动力响应方方面面的，我们等一下开起来都和大家聊一下整体的一个感受啊。然后我们侧面看一下春风的这个做工，包括焊缝啊、车架呀。还有一些修饰件啊，这种质感、漆水，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挺不错的。如果你考虑到它只有15000的价格啊，其实塑造的这种质感，我觉得还挺 OK 的。包括发动机部分做一些抛光的处理，都算是一些小的心思啊。这个车的离地间隙其实一般啊，要激烈驾驶的话，感觉不太能够支撑。整个车身侧面，我对这个排气，对吧，颇有微词。其实长短我挺喜欢的，短小精悍啊。但是你看这个质感啊，确实挺一般的啊，跟整个车身的这种感觉是有点搭不上的啊。然后后减震大家看一下啊，行程比较短嘛，因为这种包包车型啊，都这个样子，所以它的骑乘感受起来，我觉得是比较偏硬的，可能我比较重，压下去已经比较多了，对吧？刹车也是一个单碟单活塞这样的一个配置啊。轮胎我们看一下，后轮的尺寸的话是一个150的宽度啊，看着。整个视觉风格呈现上还挺 OK 的，对吧？搭这个250的一个排量体量感还挺好，而且它的尾巴没有很翘，不像450 CLC 那种感觉，对吧？尾部也有很多圆形的这种设计元素啊，左右的这种转向灯还有刹车灯都集成在这两个圆圆的这个灯组上面，我觉得挺简约大方的啊。坐垫咱们也看一下，它的名牌不是金属的那种印上去的啊，也不用担心脱落了，对吧？海绵的填充厚度、柔软程度，我觉得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主驾驶骑乘舒适性还挺不错的啊。带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有一点小，虽然海绵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长时间带人，建议加一个小靠垫。而且这个车身的一个比例线条，我觉得加一个小靠背看起来也挺 OK 的啊，不会影响它的颜值。这是一个后摆臂，它的传动系统依然是一个皮带传动啊。目前国产巡航车基本上算是一个主流配置了，对于舒适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侧面的钥匙孔也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内容嘛整体风格包括体量感，并不会因为它是250而变得很娇小，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而且整个质感。你包括像漆水方方面面看着其实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转到上面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啊，第一视角咱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龙头有没有偏左或者偏右，其实我这台还行啊，包括等一下开起来大家都可以来画面印证一下啊。第一视角整体还是比较简洁大方的啊，圆形的反光镜，然后春风的离合器滑动离合都贼轻，大家可以看一指就可以掌握啊。这套按键模组看着是不是很眼熟？对了，就是叉欧狒狒那一套，它没有用大哥的那一组啊，稍微差点意思。按键颗粒感稍小了一点啊，但整体的用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阻尼回弹啊也都挺 OK 的。这边配的是一个双拉线的油门啊，包括这个刹车的上泵手感啊，我们都开起来聊吧。其实感觉下来，我觉得总体还是挺不错的，挺趁手的那种感觉啊。油箱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先看一下这个漆水啊，漆水其实还挺 OK 的啊。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颜色，就买这个黑色。你看这种镜面效果，对吧？薄厚程度，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侧面的这种名牌也挺精致的啊。
油箱盖，这个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国际品牌，对吧？这种声音其实非常享受，这样哗啦一下啊，我就陷入到这个里面，一直玩啊。油箱容量是13升啊，整体感觉那种精品感也是有的。然后转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仪表，这个仪表我真的挺喜欢的啊，超过450 CLC 的那块的感觉啊。旁边做了一圈这种镀铬件啊，不灵不灵的这个是一个时速表，内圈的话是一些车辆的状态栏呀，左右的这种转向灯的一种显示啊。你看这种表盘的感觉是吧？是不是看着挺精致的啊？包括这个指针呀、字体，对吧？这种白色的感觉有点复古的那种味道了。然后右下表的话是做了一个液晶的复显啊，这边显示一些油量呀、转速呀，还有档位，对吧？该有的信息也都有，而且小一点，真的非常的精致。这个表示这个车我感觉看下去非常享受的一部分，而且在阳光下显示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算是指针和液晶结合的一个比较好的范例啊。春风在做仪表上面确实是挺有水平的。好，我们来录一下250 CLC 的动态体验视频啊，先打火听个声音。哎呀，这个单缸的声浪怎么样啊？单缸听起来确实是有点干的。好，我们开起来聊啊。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一个250单缸发动机放在巡航车上，整个骑行的质感呀、震动抑制方面做得如何？因为它是单缸这种结构嘛，其实我对它的预期是比较低的。你特别对比它大哥450 CLC 的话，这个车的震感是比较明确的啊。我在低档位啊，包括持续拉高转几个都试了一下。8000转是我身体感受的一个临界点啊，就是过了8000转，你车还受得了，但人可能不太能扛得住啊。我想起了上海外滩可以看到的一个著名建筑，对吧？也就是说这个车其实不太适合你激烈驾驶、持续的这种高转这样的输出的整个身体都是不太适应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其实是过了4000转，你就要考虑开始换挡了啊。起步以后，反正你就勤快一点啊，通过档位和转速的一个匹配。那么在日常骑行这种工况里，比如说时速大概就是80-90以内的话，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匹配其实可以达到一个身体和车辆比较享受的状态啊。整个震感的话，在单缸的机子里头算是 OK 的。然后这个车的基础加工方面，我们也来聊一下，比如说油门的调教，双拉线的油门，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跟手的啊。你拧就有反应啊。当然，因为它250的排量嘛，你说能给你多么澎湃的感受，那倒也是不至于啊。然后离合的手感很轻，然后整个换挡的过程、结合点这方面，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车打档那种质感还挺清脆的，机械的吸入感方方面面，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啊。因为你也要频繁换挡嘛，所以整个的基础方面结合油门这些，我觉得都不会成为你驾驶方面的一个负担啊。新手算是挺好上手、挺好入门、很好驾控的一台车子啊，本身也不大。然后转到这边是一条小路，没什么人和车，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车的低扭模拟一下我们早高峰跟车的一种工况2000转左右骑2档3档，它也不会熄火，也不会脱档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单缸那个声音的话就是咯啦咯啦，确实不太享受所以我们在日常骑行过程当中还是要匹配好转速和时速这样一个关系，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半离合但是单缸这个声浪确实比较干听不出来那什么浑厚低沉性感那种感觉，对吧？好，我们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也来试一下它的刹车这边没什么，我们把它速度拉起来，然后试一下刹车。因为刹车的配置其实比较一般，我在这拉一下，这个小车的制动性能可以我们再来试一下这次的话后刹和前刹一起来拉一下制动性能可以包括这个上泵还有脚感，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可能车轻给它贡献了不少的一个成绩，对吧？但是这个悬架调整特别是前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重刹的时候或者连续刹车的时候，这个下潜量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我80公斤的体重有没有影响悬架还是很照顾你日常舒适性的那种调教。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车比较享受的地方首先就是这种灵活性轴距也比较小，然后车把也很宽，整个车架这种结构一体性真的还挺强的。车开起来就挺整的你左右摆动一下，这种灵活性确实不错包括你转个弯小范围掉头游刃有余挺从容淡定的这个车的前胎是130的一个宽度但是没想到它开起来灵活性确实很好掌控的一台车小一点，跟它大哥450 CLC 算是
在整个运动调教上啊都是比较出彩的，特别你考虑到他们都是巡航车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因此我们车主朋友啊，不管你是上下班日常通勤使用，还是周末想去哪里转转，或者你就在城市里溜达，各个街区穿梭一下，那这个车的能力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的。而且它很好开啊，你骑上去就有一种掌控感啊，这种掌控感对于新手而言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事情啊，你很享受这个骑乘的过程，对吧？骑着它指哪打哪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啊。最后我们尝试来总结一下这台车，对吧？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一个定位的原因啊，因为有可能我们聊到250排量，有的人会说，这个动力够不够啊？特别是这个车你又不能拉高转，拉起来的话体感不太好。那么我们在保持4、5千转这样骑行过程当中，动力够不够啊？从客观角度来说，我们能跟上车流，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过车流的话，我觉得就是够的。那你像杭州的这种日常骑行的这种街区的话，这个车骑到80、90还是比较容易的，我觉得是 OK 的。但其实你谈够不够，很多的时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那你像我骑了很多大排量的车，你让我再回来骑这个车的话，那动力肯定是我感觉是比较弱的啊。但如果你是这个车真实的一个用户啊，有可能我们刚考完试拿到驾照，准备加入到摩托车这个队伍里面啊，也有可能你刚步入社会，要选择一个上下班日常通勤比较可靠的交通工具啊。我们之所以喜欢复古巡航车，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外观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材啊、腿长啊和它比较匹配，对吧？那不管是哪个原因，只要你是它的潜在用户，我觉得整个产品性格表达上契合度其实挺高的啊，定位其实挺清晰的啊。那么250单缸发动机作为一台巡航车，优缺点就比较明显了啊。春风自己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不然它的定价也不会来到不到15000嘛。你可以参考一下竞品，对吧？所以我感觉啊，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交错在一起的啊。这个视频我只是把这个车开起来比较难受的状态和开起来比较享受的状态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因为它的客户群体主要是新手，也就是说你之前有可能就没有接触过摩托车，那对于它这种优缺点的感知的话，其实最好是能够线下去体验一下自己的那种感觉，每个人真的还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说一下，我这个车骑下来好像龙头并没有偏嘛。那么本次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